结婚多年，丈夫从没碰过自己，妻子忍无可忍，终于决定主动出击。然而提起床上的事，丈夫却瞬间泄了气，尴尬地催促她早点歇息。看着满脸无奈的丈夫，玉莲也只能强忍着心酸不再作声。当初俩人一见钟情的场景，好似童话故事。吴少爷温文儒雅，风度翩翩，玉莲则是书香门第，清秀水灵。仅仅一眼，两人便无法自拔。自此，俩人经常在一起嬉戏玩闹，感情迅速升温。不久后便成了婚。由于吴家世代经商，也算是个大户人家，婚后生活也十分富裕。吴少爷对玉莲极其宠爱，不仅亲自为她化妆，还经常摆弄相机给她拍照，更是没让她做过一点家务，甚至架都没吵过一次。到了夏天，玉莲特别喜欢躺在燕床上乘凉，而吴少爷则在旁边讲着燕上的故事。本以为这是一对让人羡慕的神仙眷侣，可吴老爷夫妇的到来打破了这份平静。原来吴少爷从小身患隐疾，两人结婚半年之久，玉莲的肚子迟迟没有动静，吴老夫妇便放下狠话，若无身孕便给儿子娶一房小妾。这将俩人吓坏了，眼看要被迫分开。玉莲不仅烧香拜佛能保佑自己有个孩子，还请遍所有名医开出各种药方，都无济于事。久而久之，所有药方都试完了，可玉莲的肚子一点动静也没有。这让吴少爷很是急躁，因为他的父亲已经下了最后通牒，如果再怀不上孩子，就要被剥夺继承家产的资格，将两人赶出家门。病急乱投医的吴少爷提出了一个荒唐的想法：你看，要不让阿根帮我们的忙，他能对我们有什么用？让他帮我们生个孩子。这让玉莲难以置信，她不敢相信当初跟自己海誓山盟的丈夫能提出如此荒唐的要求。身为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家闺秀，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的提议。自那以后，玉莲整日闷闷不乐，将所有的怒火全都发泄到阿根身上。可没曾想，吴少爷为了父母的指令，早已走火入魔，只想早日有个孩子将父母应付过去，然后继续跟玉莲过着以前幸福美好的日子。可他从未想过，这种事对一个深爱他的女人可以造成多么大的伤害。这天，他再次找到玉莲诉说这个请求。尽管她十分抗拒这种事情，但深爱着丈夫的玉莲无法看到她如此失望难过，再加上丈夫对她的软磨硬泡，玉莲只能无奈答应。当天晚上，玉莲坐在床上忐忑不安，随着阿根走进玉莲的房间。她无法接受这个陌生男人想要逃离这里，可想到自己深爱的丈夫答应自己，事成之后会将阿根送回乡下，最终她还是牺牲了自己，委曲求全。一夜过后，好像这一切都从未发生改变，自己以后可以安心的和丈夫度过余生。可她却没想到，这只是噩梦的开始。深夜，女人使尽浑身解数，怎料丈夫却不中用。多次尝试无果后，两人只能暂时放弃。若不是丈夫不中用，她本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儿育女。奈何丈夫早已走火入魔，提出一个荒唐的主意：让阿根帮我们的忙，他能对我们有什么用？让他帮我们生个孩子。尽管玉莲十分不愿，但为了自己深爱的丈夫，只好牺牲自己。可玉莲怎么也想不到，变故的开端从这一刻开始。吴少爷无法摆脱心中的猜忌，开始后悔提出这个主意。整日闷闷不乐地站在窗前，虽然有着妻子的保证，但每次看到玉莲和阿根接触时，心中的嫉妒愈发庞大，渐渐变得愤怒癫狂。尤其是3个月过去，玉莲的肚子迟迟没有动静，这让她无比气愤，愈发后悔这个决定，整日愁容满面。久而久之，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。玉莲不忍心看着丈夫如此憔悴，给她送药时丈夫却不领情，还将玉莲臭骂一顿，这可把玉莲委屈坏了。明明是丈夫的主意，现在却赖在自己身上。看着妻子哭得梨花带雨，丈夫只好牺牲安慰。可他依旧无法解开这个心结，从前那个温文儒雅的少年不见踪影，只剩下一个性格孤僻、愈发癫狂的疯子。看着在楼下擦拭燕床的阿根，他心中的嫉妒之火越来越旺，脑海中生出了一个恐怖的想法。这天玉莲午休时听到吴少爷跟着下人商量怎么弄死阿根，心地善良的玉莲不忍心这样做，便偷偷交给阿根一些盘缠，让他离开这里。这一幕正好被吴少爷看见，趁着夜色便将阿根捉住，塞进燕床中。玉莲眼睁睁地看着一切，却没有任何办法。就这样，因为一个荒唐的主意，害死了一条人命。从此以后，夫妻两人的关系也大不如前。吴少爷因为这条人命抑郁寡欢，不久之后便离开人世。而玉莲也被他们视作不祥，将她扔在老宅无人过问，从一位曼妙少女变成白发苍苍的老妇人，独自守着燕床过日子，生怕里面的秘密被人发现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老头打起了燕床的主意。深夜，少奶奶身体突感不适，只见仆人忐忑不安走进她的房间，殊不知屋内少奶奶已经在昏暗的灯光下等候多时。这一切都源自吴少爷那荒唐的提议。本以为只要有了孩子，就跟回到从前那种幸福快乐的生活，可半年过去，肚子一点动静没有。吴少爷再也无法忍受，便趁着夜色将阿根塞进燕床里。
多年以后，大宅里只剩玉莲一人，只有那不亲近的侄女偶尔过来照顾一下她。这时家里来了一位老先生，看上了那张巨大的燕床，老太太自然不肯将燕床卖出，便将老先生打发走了。当侄女知道这件事后，着急忙慌地往回赶，生怕老太太将燕床卖出去。原来她在城里赶集时发现了一块燕石，便好奇地问了问。当得知这么小一块就要1万块钱，院子里那张巨大的燕床岂不是更值钱？当即就找来专业人员鉴定能值多少钱。玉莲自然不情愿，当即就将人撵走。老先生再次来时给玉莲带来一个轮椅，玉莲看着眼前稀奇的玩意很是开心，当即坐上去试了试效果。老先生一次次的来访，让寂寞多年的他有了一份精神寄托，不仅允许他没事可以来看看燕床，还将关于燕床的故事都讲给了他。时间一长，两人也就成了最知心的朋友。老先生还劝玉莲将燕床卖掉，拿钱去大城市看看病，总比一人守在这破屋子里强。对此玉莲则不以为然。老先生临走时，玉莲将自己收藏的宝贝送给了他，还让他有空就过来聊聊天。老先生走后，侄女又跟玉莲拌嘴，话里话外都是要卖掉燕床，这让玉莲想起曾经不好的回忆，心里烦躁的她将怒火全部发泄到老先生身上。老先生却一笑而过，还贴心地安慰着玉莲的情绪。不仅如此，还经常推着玉莲外出散心。再次相见，老先生却在跟玉莲道别。可老先生不知道的是，这一面也是两人的最后一面。这让独自一人的玉莲很是不舍，经常自己一个人坐着轮椅散心。可就在这里，意外出现了，玉莲不小心从轮椅上摔了下来，就这一摔，她的身体彻底垮了，只能躺在床上艰难度日，连开口说话都很困难。侄女见状，觉得机会来了，不管躺在床上的玉莲，叫来古董商准备将燕床卖出去。可众人合力打开燕床，却发现里面躺着一具尸骨。随着燕床的打开，玉莲隐瞒多年的秘密重见天日，而她也在此时断了气。她一直觉得是自己害死了阿根，便一直守着燕床忏悔自己的过错。等老先生再次回来时，看到眼前破旧不堪的轮椅，明白了那个陪伴她的知己早已离去。一见钟情的丈夫给了她极致的精神共鸣，他们志趣相投，恩爱有加。奈何丈夫身体的残缺，两人无法生育孩子。少爷却提出一个荒唐的要求，却不曾想这个要求将他们两人推到了绝望的深渊。在这世上，人性总是难以接受现实的考验，而他在临死时终于放下了过去的一切，